在中国，这种木质的自行车很像我们80后的童年玩具。然而，在刚果金，它却是很多成年人的谋生工具。正在搬运货物的黑人小伙名叫哈乌纳。几年前，他亲手制作了这辆自行车，虽然是纯实木打造，但一次却能承载500公斤的重量。哈乌纳平时靠它运送一些木薯和花生等货物来维持生计。欢迎大家来到边缘纪录片，本期节目带大家深入非洲中部国家刚果金。刚果金全称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陆地面积约234.5万平方公里，是非洲仅次于阿尔及利亚的第2大国，首都金沙萨。2019年官方统计总人口8689万人，是非洲人口第4多的国家。全国划分为26个省，共有254个民族。1998年开始的第2次刚果战争让这个国家满目疮痍，因为这场战争涉及了9个非洲国家和大约20个武装势力，因此也被称为非洲的世界大战。尽管在2003年签署了和平协定，但战斗仍在该国东部地区持续。这场战争自1998年以来造成540万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死于疟疾、腹泻、肺炎和营养不良。在刚果东部，强奸和其他性暴力的发生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2010年7月底至8月初，在该地区的北基伍省卢温吉镇发生了大规模强奸事件，受害者超过300人，施暴者来自多个反政府武装组织。刚果金的经济条件十分落后，据官方统计，中国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7万亿美元，而刚果金只有523亿美元，是世界公认的不发达国家之一。他们的平均寿命也只有51岁。哈乌纳从事的这份工作不仅辛苦，而且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他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00美元，折合人民币700块。在刚果金，这相当于一个教师的月工资。一年365天，哈乌纳不论刮风下雨，从不停歇，却始终无法摆脱贫困。勤劳致富在这里简直就是个笑话。哈乌纳亲手打造的这辆自行车虽然简陋，但是减震和刹车系统一应俱全。不过，想要平稳驾驭它并不简单，除了具备强壮的体魄和平衡感以外，还需要懂得货物的堆放和捆扎。今天，哈乌纳要将4个100公斤重的袋子送往20公里外的戈马市。连续的下坡路让哈乌纳省了不少力气，他的速度最快时能达到30公里每小时。该地区目前大约有5000多名年轻人从事这项工作。哈乌纳说，在这里想要娶到老婆，至少得拥有一辆这样的自行车，努力工作才有希望。经过3小时的颠簸，他终于将400公斤货物送至戈马市。该地区是刚果金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刚果金虽然地处非洲中部，但是全国各地气候多样，全年平均气温27度。有些地区早晚温差较大。距离哈乌纳不远的一个村子以烧制优质木炭而闻名，当地人大多会选择购买他们的木炭用以取暖和做饭。克里斯蒂安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木炭贩卖的生意，他在这里购买木炭，然后运到戈马市转卖。想赚到利润，他必须压低进价。这位卖炭小哥出价19美元一袋，但经验丰富的克里斯蒂安觉得这个品质的木炭最多价值17美元。他说一定要挑选那些分量重且纹理密实的，因为这样的木炭才能燃烧更持久，销路也更好。如果不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优质木炭，他不但赚不到利润，可能还会赔钱。经过了一番挑选和讨价还价，克里斯蒂安最终以15美元一袋的价格买到了满意的木炭。接下来他需要把这些货物运至50公里外的戈马交易市场进行出售。因为路况很差，这300公斤的木炭想要用自行车顺利运达、打包和装车，需要非常仔细和耐心。他选择使用橡皮筋进行捆扎，这样才能把木炭固定牢固，不至于掉落。如果木炭打包是一门艺术，那么让自行车能够载重300公斤的木炭则是一门科学。克里斯蒂安必须合理分配这些货物的重量，否则运输途中很难保持平衡。他曾经在一次运输中就因为失去平衡而摔倒，结果自行车损坏，木炭散落一地，还受了些伤。那一次他损失严重。这次行程前10公里多为上坡路，只能推着自行车缓慢移动。遇到坡度大的路段，需要有人帮忙才行，所以他找了个助手推车。走这10公里路程，克里斯蒂安用了2个小时。助手得到80美分的报酬，折合人民币5.7元。接下来他将独自完成剩余的40公里。这条路克里斯蒂安每周要往返3趟。
一个月他能赚到$120的收入，折合人民币800多。在克里斯蒂安眼中，这些木炭就像钻石一样珍贵。依靠这份工作，他养活了家人。6个小时后，克里斯蒂安抵达了戈马市，但距离交易市场还有3公里。从早上选购木炭到50公里一路奔波，他用了9个小时。克里斯蒂安的梦想是拥有一辆摩托车，为此他正在存钱。他说等买了摩托车就会放弃买卖木炭这份工作，因为摩托车可以运送更多货物，速度也更快，这样就可以多挣些钱，改善家人的生活。这里是刚果金国家4号公路，连接戈马和基桑加尼700多公里的路程。大货车需要走1个月的时间，摩托车是这里唯一能在1周内抵达的交通工具。刚果金的道路面积十分广阔，但全国只有 1.8% 的路面铺设了沥青，其余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我们从卫星图像中观察到，这条路的状况非常糟糕，因为当下正值雨季，碰上土路、山地和热带雨林，这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单独拿出来都很头疼，而组合起来简直就是噩梦。这也催生了当地独有的职业——摩托车货运司机。他们一次能携带300公斤的货物，主要负责运送一些小件的急需品。摩的司机都会选择结伴同行，因为只有相互帮助才能战胜困难。这样的积水坑遍布整条公路，他们的摩托车经过了改装，50公分以下的积水都能顺利通过。而在这条路上被货车碾压后形成的深坑，遇到下雨天，积水可深达1米以上，他们往往会通过砍伐树木架桥来脱离困境。如果遇到双向堵车无法通过，他们会把货物卸下，绕过堵车路段，从旁边的丛林等地带把货物和摩托车连抬带扛地挪过去。总之，他们从来不会放弃。这条路曾发生过长达3个月的堵车，他们不会选择等待。客户既然愿意支付这笔不菲的运输费用，也是有原因的。设法以最快速度把物品送达目的地，是摩的司机的价值所在，也是他们的生存之道。这里的堵车长达2公里，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这位货车司机已经被困了1个多星期，他说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不会有人来帮他们脱离困境，在这里只能靠自己。身后的大坑还在不断地渗入积水，起初他们试图往里面堆放树桩来通过，但是后来水位却越来越高。这里目前被困了400辆货车，多数运送的都是食品。这位随车的老板说，由于环境潮湿，他一车的洋葱和豆子已经开始腐烂，政府对于他们的处境毫不关心。干净的水源距此有5公里远，由于煤炭潮湿，很难点燃。这名司机用排气管的温度来烘干，如果他们不能尽快设法离开这里，就可能会被饿死。在刚果金国家级公路中，沥青路仅占 1.8%。由于常年战乱破坏以及缺乏维护，绝大部分公路路况很差，大部分乡村公路已名存实亡。近年来，刚果金在推进国家重建过程中，改造和新修了数千公里的公路。首都金沙萨道路和部分国道有所改观，但是公路交通整体上仍十分落后。刚果金每年用于现有道路维护和新建道路所需费用达10亿美元，其中 20% 用作道路维护费，而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费用。远在800公里外的马西西小镇，人们开始了一天忙碌的生活。几年前，这里还是个荒凉的小村庄。自从在此发现科坦铁矿后，成千上万的刚果人来此谋生。科坦铁矿是一种含有尼和坦的金属矿，从外观看，科坦铁矿是一种暗黑色矿物。科坦铁矿的出口是刚果战争的导火索之一，曾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400万人。邻国卢旺达和乌干达从刚果金攫取科坦铁矿，然后出口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科坦铁矿被广泛用于制造高科技电子数码产品，如我们身边的手机和电脑都需要用到它。成千上万的手工矿工涌入鲁巴亚矿区，他们开采的是一种科坦铁矿和锰的混合物，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在这里，矿工很少会配备防护装备。阿玛尼每次出工都会祈求平安，为了摆脱贫困，他放弃了以前教师的工作。
工具从书本变成了铁镐。这些人主要负责的是搬运，他们的报酬会低一些。而阿玛尼的工作是负责开采，他需要到地下15米的隧道中，这里狭小且闷热，温度接近40摄氏度。这种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很多人无法适应。他们一次会下去5到6个人，分为2组，一组负责挖掘，而另一组负责往外面转运，从而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们每10分钟交换一次，这样就避免了缺氧的发生。阿玛尼说，他的家人都生活在戈马，他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养活妻子和5个孩子。在这里没有童工一说，眼前这些男孩子只有12岁，他们为了上学来这里工作。这个小男孩说，他需要在这里工作1年才能攒够学费。矿场的老板按他们的开采量计算工资，阿玛尼1个月能赚到140美元，折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前面我们讲到的哈乌纳，他骑着木质自行车送货，每个月收入是700多元。而做木炭贩卖生意的克里斯蒂安，每月的收入是800多人民币。阿玛尼所在的矿区曾在2013年发生过矿洞坍塌事故，有47名矿工遇难。同样身处危险的工作环境，手持不同的工具，摄像师和阿玛尼的收入却天壤之别。阿玛尼说，工作时要时刻观察，保持警惕，有时很小的一块矿石掉落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危险，就很有可能会被埋葬于此。话音刚落，矿洞便发生了一次小范围坍塌，他们迅速撤离，这次有惊无险。在没有确保危险解除之前，他们不会再贸然进入矿洞。拥有如此令别国眼红的丰富资源，但刚果金百姓的生活却并不富裕，国家也并不发达，更多的资源开采完全依靠人力手工作业，往复轮回，下一代依旧如此。国家积弱，哪怕遍地黄金，也很难发挥它的价值。在矿区的旁边，克里斯经营着一个洗矿小作坊，在这里大部分洗矿工都是些孩子，其中有的还不到8岁。在这里，他们从开采出来的矿石中分离出黄色的锰矿原料和黑色的科坦铁矿原料。锰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金属之一，它们常被添加到钢铁中，用来提高强度和硬度。想要得到纯净的矿石原料，它们需要经过多次筛选和过滤，用水冲洗可以带走大部分无用杂质。老板克里斯说，他只听说这些矿石在西方非常抢手，但他不知道这些可以用来做什么。这些锰矿和科坦铁矿原料每公斤它可以卖到3欧元，但在国际市场，它的价格翻了200倍。因为矿洞发生了坍塌，阿玛尼今天提前下班，他1年只在圣诞节回家1次，所有生活都是围着矿石转。他必须努力工作赚钱，这样才能早日见到远在戈马的家人。几乎独享刚果核资源的刚果金，如今成为世界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国家自独立后几乎纷争不断，再加上新冠疫情影响，民生愈发雪上加霜。2018年，该国发生了多起部族冲突和大规模粮荒。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为其870万人提供粮食援助，才帮该国度过危机。随着新冠疫情带来经济波动，刚果金再次出现粮食短缺问题，部族冲突随之加剧。深陷于丛林中的非洲之心一次次错失了发展机遇，未能完成部族整合，也无力控制人口，很难让人对未来持乐观判断。该国在可见的未来恐怕很难发生逆天改命的转变，非洲之心还会继续黑暗下去。